哇哦，现在应该有将近30个了吧？这个位置就是集中供暖的地方了。末日来临，而温度降到了冰点。而一开始，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降温。随着时间的推移，湖面还有海面都已经开始结冰，然后是龙卷，还有陨石等等其他天灾。这个时候，人们发现这并不是普通的自然灾害，树木陆续被冻死。随着时间的推移，动物也未能幸免。这是寒潮来临之前的海面，而这是寒潮来临之后的海面。现在的外面不再是寒冷，而是刺骨的疼。受寒潮影响，我们的基地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基地没有光照或者说提供热源的地方，我们都将会被冻伤啊！在这种天气里面被冻伤，无非是致命的，因为实在是太冷了。愈合的速度也会非常的缓慢。冬瓜手的应该都知道，每到天气冷的时候，它就会再次复发，而这就不是简单身体上的痛苦，而是精神上的折磨。而为了防止自己被活活冻死或者说冻伤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要做到基地足够的暖和，而岩浆就是我们提供热源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之一。而原版的怪物为了适应寒潮，已经改变了自身的结构，身体苍白，完全没有一丝血色。现如今，食物和水源不再是最重要的，只有温度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了温度，我们在寒潮的侵蚀下活不到5秒钟。之所以会这么说，因为我在此之前真正的见识到了寒潮的恐怖。那段时间我打算继续去海边去搞点鱼的时候，后面我才发现整个海面都是白茫的一片，除了变异了怪物，没有任何的生机。我不信邪，打算去钓一些鱼，即使钓不到鱼的话，可能去捞一些尸体。但是这一次更离谱的是，连尸体都已经没有了，整个海体像死一般的寂静。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的心里真是越发的害怕。其实海平面被冰封这倒没什么，主要是海底下的海洋生物全部都被冻死了，所以我们的基地必须要做好供暖，要不然就会跟海洋生物是一个下场。如今我们的地下通道这个供暖已经做好了，主要是这边的隧道太长了，我们把我们的面包车给它开了过来，但是这个面包车这个轨道上面开有点难开啊。本来还想用它赶路的，看样子不太行了，就把这个面包车先给它停放在这里吧。我们修建的通道目的就是通往这个山洞啊。这个山洞的话，我打算给它做一个自然生态体系啊。生态体系都已经有了，那么人工太阳的话必须要给它搞上啊。当然并不是现在啊。可以看到现在的积雪量已经高达这么多了。My god， 应该是奔30个去了，30个。现在外面已经不适宜咱们生存了，非常不适宜啊。铺地暖再加上我们建设人工太阳需要很多的玻璃，所以说打算多做点锤子，我们去锤一些沙粒，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得很多沙子了。OK， 压缩钻石锤，我去，太奢侈了，嘿嘿，太奢侈了吧这也。说也不说，我们直接先拿我们的小锤子开始锤啊。好在我们这个山体的话，沙粒还是比较多的沙粒的话算是比较多的，我们这边的话刚好不缺玻璃了。我们现在的话已经锤了将近半背包的沙子了啊！这些沙的话，到时候先给它去烧一下，然后石头可以，可以。然后这个石头的话就可以给它磨成这个沙粒了。粉碎机的话家里面也有，而且家里的石头也非常的多，巨多。那我有办法的呀，大家，我有办法了，不玩了，走。先来到我们的熔炉室，把我们的水壶给它烧一下。渴死我了，我现在渴得两眼昏花啊，什么都看不清了。然后这边的沙子全部给它丢进去先烧着。水啊，舒服了。大家快看了，这些熔炉的话都已经在烧着我们的玻璃了，就是烟有点多啊。合成配方说这个粉碎机的话可以把这些原石全部给它粉碎成这个沙粒啊，然后之后的话沙粒可以给它再分解成这个沙子，我们就可以不用再挖了。已经在粉碎了，大家快看啊。现在的话再给它做一个鼓风机啊，这个鼓风机的话可以增加我们烧东西的这个效率啊。这边到时候沙粒全部给它搞出沙子之后，我们直接可以利用这个鼓风机把这些沙子全部给它烧成玻璃了啊，效率的话就会非常的快。把这个鼓风机再给它接上动力。大家快看了，我已经可以看到这个风扇在转了，而且现在话有风在往这边吹啊。这个风力还挺大的，居然连我都可以吹得动啊。但是这个鼓风机烧制的东西的方法跟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在鼓风机的前面给它放一桶岩浆，它会把这个岩浆的热量给它吹出来。吹出来之后呢，就可以烧制一些东西了。怎么样，大家是头一次见吧？说实话，我也是头一次见啊。
我去啊，那这个太快了呀，这个太快了，去啊，这也太快了吧，这个，那这爽了呀。现在的话，我们的沙粒怎么样了？哇，一背包的沙粒了啊！这些沙粒的话，我们可以锤一锤，或者说再重新给它搅拌一下都可以啊。本来沙粒的话，全部给它做成了压缩的沙粒，然后我们直接用这个压缩的断石锤再给它锤一锤啊，一个沙粒就可以锤出9个沙子。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鼓风机吹一些沙子了。我很好奇的是，这个东西它吹到我会怎么样？烫，水！哦，果然跟我想的一样。OK， 大功告成了。这里的话，我们就把这些沙子全部丢进去啊，让它自己烧成这个玻璃就可以了。大家快看到这个效率非常的高，我们丢一组的话，就可以直接把这一组的话全部给它烧成一组的玻璃了。真是核动力岩浆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解决一些我们的煤啊之类的，而且效率还非常的快，太棒了 ，nice 啊！刚烧沙的时候烫到我自己了，把我衣服都给烧坏了。去做2把剪刀，然后去鼓成尖顶羊毛，再把我们衣服给它做出来啊！大家都说把这个观景台堵一下，其实真的没必要堵啊！这个观景台的话，现在都已经被这些积雪全部堵死了。OK， 我们现在的话再去下雪，接着几桶岩浆，然后带着岩浆去下面啊，防止我们自己体温失温啊。都满了，再来几桶岩浆啊！呼呼。怎么样？我这个电梯供暖还可以吧？其实我现在没有穿这个雪地大衣，都已经感觉不到冷啊。毕竟这个岩浆供暖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有人在家吗？没有人啊。那没有人的话，我就先过来挖点羊毛了。真不得不说，古城真是个好东西啊！但凡的话，我们家下面没有古城的话，这话会让我非常头疼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羊啊，没有羊怎么获得羊毛啊？对不对？哇，古城这是怎么了？这也是世界末日了吗？看得好阴森啊。OK， 拿了好几组，应该是差不多了。我们现在的话该回家了。现在来古城跟回到自己家似的。再到我们的电梯，现在的话我们就先上去了。我们的雪地大衣再给它穿上，之前的雪地大衣都已经被我穿包浆了。大家快看这个烧制速度啊！这些沙子我刚丢上去没多会儿，已经开始变成玻璃了。我去啊！全部都已经变成玻璃了，待会儿看，这速度可太快了呀！然后熔炉室这边的玻璃的话，应该也烧制差不多了吧？把这些玻璃的话，我们全部再给它拿走啊！这个还没烧 ，OK。家里的岩浆供不上了，我们再去另一边去接点岩浆去啊！嘟，全推了，直接非常的迅速，好吧？大家说可以给我们的水水机做一个驾驶室，然后的话再给它放上岩浆啊。主要是这个岩浆的话放不到这个列车上，一旦组装之后，这个岩浆的话就像流体一样就流下来了。现在我们再多接一些岩浆啊，感觉这个岩浆壶都快被我掏空了。现在我们岩浆玻璃什么都有了，为了防止后面寒潮再次侵袭，或者说更加严重的情况下，所以说家里的地暖我们要多铺一些啊。这样的话，即使整个山体被侵蚀，或者说山体的话也被侵蚀，我们最起码也有一些岩浆可以御寒一下，对不对？包括我们种树的这个位置啊，之前我都发现树上有几颗冰锥了，非常的冷哦。好，我刚说完，必须得给它铺上地暖啊。待会儿看这边铺完地暖之后就非常的暖和了。现在我的体温一直是属于一个恒温的一个状态啊，即使就差一步走进这个岩浆池里面去了，它也是恒温的啊，现在都不带变了。如果说按照以前来说，我们靠近岩浆的话，它会中暑的呀，质量太高了。不过这样也挺好的，不冷也不热，刚刚好。然后我们山底下基地这块的话，中间的位置我打算给它搞一个大型的供热源啊。那么现在的话就差放一些岩浆进来了，我们现在的话把这些岩浆全部给它灌在这个玻璃缸里面去啊。现在不仅看着暖和，身体也暖和起来了。大家快看，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基地集中供暖的一个地方了啊！不过这边还缺2个这个小半砖，把这个2个小半砖再给它铺上去就可以了。OK， 可以了。